大家好，从广州回到了上海，今天是第一次出来试着骑一下已经有好几个月，半年左右没有回到上海了吧。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广东，但到了这个春天的季节，应该回一下老家。到了上海呢，来过一个春天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骑行了我的单车呢早就漏气了，我就买了一个打气筒，今天刚刚送到所以呢，今天充了气以后出来试着骑一下。我现在骑的这台小车呢，也是小步行的单车，是我在上海买的，放在上海家里，以便回来的时候呢，可以健身骑行一下的一部小车。它这个牌子叫360，就是360的一个折叠车，应该是有6速这样的一个配置。但这个车呢，跟我在广州骑的那个车的车把稍稍有些不同，它有一点点往前倾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坐正，但是呢，就随意的骑一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呢，我骑行在都市路上已经好久没有在上海的街道骑行了。这边呢是在闵行区的新庄地区相对人没那么多。最近几天上海一直都下雨一直到今天上午一直都在下雨。那今天呢已经是下午的时间了，现在应该是不下雨的天气预报，我就出来骑一下。但是刚刚在那个骑行道上，我看路面还湿的，还是很滑所以今天呢又是骑的一个好久没骑的单车。再加上天气下过雨以后路上有些地方还是有积水，湿的还是比较滑，所以呢我们要慢一点就随意的骑段就好。现在呢我在这条京都路上骑行，这边呢都是一些居民的新村看上去都比较矮层的建筑物，6、7层以内吧。相信呢这都是很早以前上海市区那部分拆迁户搬到这边来的主要的居住地。这边有个上海市设计射箭运动中心，不知道是运动员培训的地方呢，还是开放给大家民众都可以到那边去练练箭、练练射击的地方我没有询问过。我感觉今天充气我可能充得不够足吧，因为我在广州的那个充电式的电动的打气筒
没有带来啊，因为都是用电池的，我怕坐飞机托运可能不行，所以我到上海临时买了一个就是手动充气的一个打气筒，那它就没有一个数字显示胎压的功能。现在呢，我的上方啊，就是经过地铁的5号线啊。现在从京都路呢转到富民公路。我特地拐个弯骑到这边来啊，就是想看一看啊，半年多不见了，前方的营都路地铁站啊，将有一个非常大的工地啊，正在施工之中。那个就是已经开建的一条上海西部的南北干道，一个快速轨道系统，叫嘉闵线啊。据说呢是从嘉定的那边向南引出，经过虹桥枢纽啊，包括虹桥的高铁站，还有航站楼，然后呢一直向南，最后一个站呢就放在这里，就是营都路5号线的地铁站。据说呢2年以前已经开工，但还有几年的工期吧，大概要到2027年才能够完工的这么一条轨道的系统。当然了，有了这条轨道系统呢，从营都路这边就可以去虹桥枢纽啊，也可以呢在半道上有很多的连接线。我觉得对住在这边的居民来讲啊，肯定是大大便利出行的一条，据说是高速的轨道系统，也就是说时速应该达到160公里每小时，比普通的地铁要快很多的这么一条线路。你看啊，我的右上方呢就是地铁5号线，然后这个马路的左侧围壁的地方呢，我相信就在开挖地底下的这个地铁站和新的嘉闵线的线路。眼前的呢就是营都路站啊，因为要让位于工程，所以原本车站边上的一块空地啊，现在都被变成了一条行车道了啊。因为这条嘉闵线啊，到了营都路呢，就已经是终点站了，所以这里的工程看马路上啊，围壁的范围很广。那我相信呢，它应该很长啊。它除了有站台以外，应该还有折返线啊，就是说车到了这个地方呢，还要往前去一下，才能够回来重新来运载客人。
现在呢，我骑行在闵行新庄地区的沪闵路上啊。这条沪闵路呢，其实已经是新的沪闵路了，因为最早的那个沪闵路啊，并不在这边。那这条沪闵路呢，就从上海一直连通到闵行工业区啊，非常长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这条路呢，大家可以看到树木葱茏啊，经过很多年的建设或者说绿化已经变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现在是春季了，我看还是有一些花开在路边。而这条马路的右侧有一条河冲，这条河冲呢应该叫北横津。这个北横津呢，从这边一直向北啊，不但通向店浦河，继续呢去到七宝古镇。我在七宝古镇里面呢就看到过北横津的。那么这一段呢，在北横津的边上啊，就是5号线的轨道。我现在右侧的呢，就已经到了春申路地铁站啊，就是5号线到达新庄站之前的一个站。但是我呢，今天打算沿着沪闵公路继续向前骑行。到了春申路啊，我就感觉这边应该有一片樱花林啊，就在马路的右侧，还夹杂着一些梅花树。相信这个右侧马路边上红灿灿的开成一片的那个低矮的树林呢，应该都是梅花树啊。但是那种淡粉色的稍微高一点的树呢，应该就是樱花树了。其实昨天呢也没事干啊，还去到徐汇滨江，在龙美术馆边上呢有专门的一片樱花树林，基本上已经开始开放。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花蕾啊，还没有完全绽放啊。相信在1个礼拜之后，上海的樱花树啊，大概就会是一个满开的状态了。现在骑过闵城路啊，继续沿着沪闵公路向北骑行。前方呢是一条隧道啊，我们就骑过这条隧道。下午2点多钟啊，跟天气预报的一样，天气转晴了，看到已经出了太阳了。来到了新建东路口啊，看到这边围堤施工的工地上写着是嘉闵线的工程啊。就从银都路那边呢，
一直向北，要经过这里，继续向虹桥枢纽方向建过去。富闽公路呢，就拐到右边了。现在我经过这个富闽公路，向前骑行。那我相信呢，这边的马路啊，开始叫七星路，就是七宝到新庄的马路。以前应该也骑行过的，今天再来走一段。前面呢就是 G60 啊 ，G60 呢就是沪杭高速。这边呢就是七星路啊，上面那座妙金港桥。骑过妙金路，继续往前骑行。现在我骑过 G60 高速公路的下面，继续向北骑行。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啊，这条七星路啊，好像修复得更好一些。因为有一段时间呢，它一直在进行扩建啊，那现在看来呢，已经扩建完成了。整体的面貌啊，还是干干净净，而且从步行道、骑行道、行车道啊，建得非常的清楚。两旁的绿化呢，也做得不错。唯一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路上有很多的信号灯啊，有很多的红灯，等的时间很长啊。现在呢，骑过店浦河桥啊，我的右侧这条宽阔的大河就是店浦河。顾名思义呢，就是从淀山湖那边发源，一直通向黄浦江，
所以叫店铺河。骑到这边呢，其实就是新庄的中心地带了啊。当然，它已经早就偏离了新庄的老城，这边呢是一片新开发的新城区。那么现在已受惠于虹桥枢纽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边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骑到这边呢，我就想着今天干脆就向北骑到虹桥机场，看看能不能去到一个可以看飞机起落的地方啊。因为我在地图上好像看到有这么一个地方，那我们就骑着看看吧。但是到了这边呢，又出洋相了啊！前段时间刚刚修好的路又围闭了起来。那我想象啊，这应该是搞嘉闵线的缘故吧。现在通过这条边上还在开挖地铁工程的黎安路，我们继续向北骑行。上海知名的古镇七宝古镇呢，在前方2公里啊。转眼呢，已经经过了顾代路啊。看到这边左侧还是商厦林立啊，好几个商业中心连在一起。看到右侧古韵七宝，就这片很漂亮的绿化地带，又因为可能地铁的工程又被拆得乱七八糟。
前方右转呢是富强路啊，其实就是七宝的一条主街。从这里转进去呢，就是七宝老镇了。现在呢，我骑过了这条漕宝路啊，继续沿着七星路向前骑行。这里就可以看到很大飞机的身影了，因为前方不远就是虹桥空港，飞机呢从这边就开始下降，准备着陆了。
骑过了吴中路啊。看看这个下降的飞机的雄姿啊。这边居然有个上海闵行区万科双语学校啊！继续往前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了，而前方的这个高架应该是 G50吧 ，G50高速。现在骑过这条非常开阔的沪青平公路啊，相信我的目的地呢就在前方了。果然啊，这条河冲还是叫北横津。现在准备在北横津桥上面稍微站一站。我眼前的呢就是虹桥机场的跑道，这边呢应该是观看飞机降落的好地方啊。这条北横津呢正好变成这个机场的一个护场河一样啊。前方有更近的平台，我们到前面去看一看。前些天呢，我刚刚从广州坐飞机到上海，降落的呢就是我现在正对着的这个虹桥机场，这边应该是第2航站楼吧。我们来看一看啊。
但现在没有看到有飞机起降，倒是看到不少人在这边钓鱼。好，那我就把这一段呢，作为我今天到上海以后第一次试骑行的第一段吧，就是从新庄啊一直骑到了虹桥机场。那我们在这边呢，先做一个小结啊。等一会儿我们在这边呢，再开始我们第二段的分享。谢谢大家观赏，再见，拜拜。